小小身躯跟着老师摇头晃脑，学习有点复杂的量词。这是日本小一生必学的国语课，就算念的是华侨学校，日语也不能偏废。只是课上到一半，紧急情况发生。避難訓練です。避難訓練です。ただいま、5階理科教室にて火災が発生しました。落ち着いて全職員、生徒、児童は自衛階段より校庭へ避難してください。广播才刚结束，楼梯间冒出白烟，烟雾四散，没多久，教室周围视线开始受阻，老师、学生迅速反应。火災により煙が階段の緊急回しています。第一时间蹲下取出座位下方的安全帽，再用手帕罩住口鼻，迅速向外移动。过程中没有慌张，而是依照老师指示整齐排好队。这是每年9月1号防灾日必做的防灾演习，情境逼真，就像真的发生火灾。小学生沿着墙壁蹲低护头避烟，年纪虽小，却训练有素。不要跑，是谁？不要用跑的，慢慢走，危险。我现在也跟那个学校的学生们一起进行防灾演练，虽然这都是水蒸气，但其实烟真的蛮大的，看不太到前方哦。所以呢，其实行进要非常的小心。就连水蒸气都要加入呛鼻气味，让模拟变有感。実際の火災はですね、煙が必ず発生しますので、煙がないところで避難訓練をやってしまってもあまり意味がないんですよね。生徒さんたちも慌てずに実際の火災のところに行動ができると思って。短短10几分钟，幼稚园到高中，全校600多人疏散完毕。男生一排，女生一排，快！高一动作加快。但不是校长讲完话就结束，还请来消防专家讲评。今日みんな煙の中をしっかり避難できたけど、前が見にくかったり、転んでしまう可能性がありましたよね。なのでしっかり自分がどうやって避難をしていこうかっていうのも勉強をしながら、みんなのチームワークも活かして考えていってくれればいいかなと思います。もう終わりだよ。写真見てってね。防灾日主要纪念1923年造成10万人丧生的关东大地震。虽然年年演练，60多年下来早已成例行公事，社会却没因此松懈。就是学校的一个避难的这个平面图。那这个红色的线就是表示说，那我们遇到这个火灾或者是什么时候，那按照这个红色的线走。日本学校每年都会制定一份防灾计划，详列避难路径、人员编制，送到消防机关备查。但不只是先兵推演练，也要确定实际灾害发生时不会弹尽援绝。我来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一个防灾仓库。那这个仓库，那我们如果真的遇到地震啦，或者是海啸啦，或者是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有一些针对学生自备的。可以度过一夜的东西，就保管在那个防灾仓库里。好，这里就是我们的防灾仓库。进入仓库，纸箱堆满一整面墙，里头全是保存期限长达7年的应急物资。这个一盒就是一个人用的，那里面有就是像那个面包啦，或者是有一罐水，还有就是可以保存很久的那个饼干。那还有这些饭团之类的东西。这个购入时期是2021年4月，然后保存的期限是2027年的4月2号。就怕课上到一半发生天灾，回不了家。学校规定，学生入学都得花约350元台币买应急防灾包，可在学校体育馆避难。如果真的就是没有办法离开我们学校的学生，那才这里度过一夜。那其他学生如果家人可以接小孩的话，那当然是最优先。社区防灾层次，这座可以容纳600人的新营体育馆，也是横滨市指定避难所。为了怕天灾发生时，临近中华街的游客没地方可逃，
市政府不只先预留空间，还准备了备品。那厕所使用的这些手纸啦，或者是就是饮料啦，或者是那边有一个各个用那个段ボール可以做出的一个就是bed，对，那这些都是全部都是横滨市提供给我们学校的。只是借放，无需保管，有效期限一到，市府人员就会自动派人更换。防患未然不是口号，而是平时积极落实。今日何の日ですか？関東大震災から100年。未处天灾多发之地，未雨绸缪成为民族 DNA， 传承灾害记忆、安全意识，从小扎根，才能在未知的灾害中取得胜算。